大家好，我是扫地僧。未来10年最赚钱的方法，你准备好提前去挖金了吗？从古至今，无论你是华人还是老外，只要你是一个商人，只要你不是去打工的，我们都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消费者乖乖的从他们的钱包里面把钱递给我们，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愿的喜欢做这件事。所以很多人说商人是邪恶的，因为我们会把在消费者口袋里面赚回来的钱，用很低的成本去雇佣他们，让这些人呢成为我们的员工，去为我们继续赚更多人的钱。我笑了，商人不想着赚钱，那还干嘛做生意啊？玩吗？这些人如果真的不爽我们商人的话，为什么还要替我们打工呢？本质上赚钱就是一个智力的游戏，而我们商人可以赢这个游戏，靠的就是智慧。别搞得好像一个人只要很邪恶就可以成为商人一样，这些人成为不了我们，就用邪恶去丑化我们，让他们的行为合理化。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自己赚不到我们那么多的钱是很合理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商人一样邪恶。但如果今天他们知道了可以成为我们的方法，告诉他们赚钱的方法，难道他们就真的不想要成为我们了吗？说白了，他们现在也是为了钱才替我们打工的啊。而这些他们认为很邪恶的行为，全都不是我们商人干的，反而是他们这些替我们打工的人去执行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认为有钱的商人是很邪恶和讨厌的话，你永远都不会变成你讨厌的人，也就是说，你永远都会为当一个被剥削的穷人而自豪。但如果你愿意敞开心扉，去学习学校老师不会也不懂教你如何赚钱的这件事，你会发现原来赚钱才是推进我们人类进步的根源啊！因为我们商人会提供服务和产品，去帮助消费者去享受生活，不是说我们赚了你的钱就不理你了。所以赚钱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你不会赚钱这生存的技能。而我想要说的是，在现在开始的未来10年，在你认知里面有上千年演化的传统赚钱手法，通通都会被淡化。我们不再是低买高卖赚差价，不再是低价在东边买进货，然后高价卖到西边去玩信息差，而是说10块美金进来的货，我们倒贴只卖5美金，甚至动不动就是免费。这是因为突然有一天互联网出现了，我们这些时代的宠儿就把传统的商人都搞得不会赚钱了，把他们打压得一蹶不振。如果今天他们不想办法成为我们，那他们或者他们的下一代也会变成我们的消费者和员工。那难道我们都不赚钱了吗？我们赚钱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你以前从未想过自己当老板，你看完这部影片就很大可能就会辞职去创业，因为你会发现学习创业不是去读 MBA， 而是找到一个真正有结果的师傅去带着你。那今天我会把我到处研究商业模式，以及我亲自去拜访很多厉害的老板，加上自己创业的道语术，毫无保留的把未来10年免费赚钱模式提前分享给各位有缘的兄弟姐妹。你预期呢会非常的详细，我会陆续的答谢大家为我40万订阅撑腰。我只希望大家发财了可以回来跟我报喜，所以一定要点赞，这样就可以在播放列表里面找回这部影片。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我们赚钱一定要了解人的心理。有一个巧克力实验，研究的人呢把2种巧克力拿去卖，一种标价10美金，一种标价1美金。结果69%的人呢都会去选择买10美金的巧克力，但接着研究的人就把10美金的巧克力减去1美金去卖，同时又把1美金的巧克力减少1美金去卖，也就是免费。但最后的结果完全就变了，97%的人都会选择免费的巧克力。很容易理解啊，人一听到免费就肯定往免费的跑，对吧？也就是说，只要你卖的东西是免费的，你就可以打败任何对手。那这时候很多人一听到就骂我说，笑话，我这收费的都快要倒闭了，还怎么免费啊？记着，免费真正的意思呢，就是免不了收费。大家脑子要转快一点了，跟上我的思路。
首先，第一种免费玩法叫做第三方收费，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你自己弄一个平台，里面所有的服务、所有的功能都向消费者提供免费，是真的免费啊，不收任何费用。那么得到的结果就跟卖免费巧克力一样，只要你平台提供的服务真的有价值，真的可以帮助到别人的话，那么所有的消费者都会来到你的平台。但这有什么用啊？我创业就是要赚钱啊，那我最有价值的服务都免费了，这不就跟当义工没有区别吗？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你这格局就小了。你最大的价值不是你的服务，而是人啊，被你吸引进来的人啊。我们做生意有人了，有用户了，你还怕赚不到钱吗？赚他们钱的方法有千千万万种，你想不到真的没有关系的，因为你赚的不是消费者的钱，而是其他商家的钱啊。什么意思呢？可能大家未必听过360杀毒软件，但现在想要把生意做大的都一定要知道它。当年互联网才刚普及，所有的杀毒软件都是要收费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也舍不得付费买杀毒软件，因为好像每个月都要付费的，如果中毒了，我自己重装一下电脑就好了，反正也就是重新下载一些游戏而已嘛。那么内地呢，有一家叫做360的企业，突然间横空出世了，直接免费给你使用，直接免费的给你杀毒啊！当时内地大部分的人都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卸载那些要付费的杀毒软件，不用了，都去下载这360啊！为什么？免费啊，而且效果还不错。这一波操作直接让360垄断了整个杀毒软件市场。但有什么用呢？越多人用，它的成本就越高啊！你想想，是不是有研发和维护的成本，还有什么服务器啊、流量啊、薪水啊、房租啊等等之类的成本？难道这家公司真的贴钱去服务大众吗？大家注意了，不管你有没有做生意，做传统还是互联网生意，在未来至少10年，你都要学会一种思维，叫做用户流量的思维。当很多人使用你的平台以后，你是不是拥有很多用户的数据和流量？这个才是最值钱的。很简单，当你玩电脑的时候，你会发现360里面就可以提供给你去下载其他的软件，就好像现在的 App Store 一样。360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啊、播放器啊、通讯软件啊等等。假设今天我想要下载 Zoom 和 Skype， 然后再下载 Google 的浏览器，我不需要到他们各自的官网，我直接到360就可以下载了。那如果用户在360这个平台下载了他们的软件，这些软件公司要不要付费给360啊？当然要啊，而且在360的搜索列表里面还会有排名的，你想要排列前一点 OK 的，付钱就可以了。然后用户在玩电脑的时候，还会突然弹出一个广告信息，推荐你去使用某些软件，也就是说软件公司还可以付费在360打广告，去增加自己产品的曝光率。所以大家听懂了吗？严格来说，360不是一家杀毒软件公司，它只是提供了杀毒的服务，但最终赚钱的还是靠广告，对吧？用户免费享受了我的杀毒服务，那你就要去忍受我时不时会弹出来的推荐广告，你还不觉得骚扰？为什么？因为360会根据用户使用电脑的习惯，去植入他们可能有兴趣的广告。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些跟你无关了，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启动资金去发明一个像360杀毒的平台。记着，我讲这案例是想让你悟到流量的思维，而真正的互联网创业，我认为必须是零成本，只需要一台电脑和手机就可以让一个人开始去操作的。而且哪怕是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透过互联网比病毒更快的传播速度。你可能睡一觉醒来就不自觉地成为了流量的上游，瞬间的逆天改命，然后疯狂收到大企业的报价信息，他们都想要找你合作，在你这边打广告，而且你是无法被同行替代的，因为用户只认你。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打造一个自动化赚钱的机器，让互联网24小时的替你赚钱。你可以选择环游世界不干了，又或者拿这笔钱去做投资，反正就是真正的财富自由。而具体的项目和操作，我准备了一个真正的教程。如果你想要有机会成为我的弟子，跟我学习，我最后开放了500个免费的名额，你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这个免费的培训。那么第二种免费的玩法叫做玩互补，简单来说就是用低价产品把你吸引过来，再勾引你去掏钱买别的盈利产品。
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听起来很邪恶，但你知道吗？最受欢迎和普及的麦当劳、肯德基，他们就是玩这互补。我想问，你觉得麦当劳的汉堡和肯德基的炸鸡卖得贵吗？可以接受，对吧？在一些高级的地段，你想用平民的价钱去吃一顿饭，也只能选择这2个地方，就是他们的价格都是非常实在的，大部分的人呢都能够吃得起，也舍得吃，对吧？当你想想，他们要请员工、交租金、囤食材，还有什么加盟费等等的费用，其实他们的成本也是很高的。可是他们却是刻意的把鸡腿和汉堡的价格卖得不那么贵，做到不怎么赚钱，甚至就直接不赚你的钱，就等同于免费的请你吃。为什么？这其实就是他们公司的策略。你专门来我们这边是吃鸡腿和汉堡的，那我就免费，让你只能选择我们家的店，现垄断了整个市场。其他的店呢，你不可能这样做亏本的生意吧？当你进来了以后，你吃着什么薯条啊、炸鸡啊这些油炸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口很干很渴啊，对吧？这时候你要不要喝可乐啊？这炸鸡跟可乐是绝配啊，对吧？而且你也没有什么饮料可以选择，就只能喝可乐，这就是他们赚取暴利的原因。各位，汉堡和炸鸡不怎么赚钱，但可乐赚不赚钱啊？一杯可乐它卖你1-2块美金，但你知道他们的来货成本是多少吗？大约是0啊，就是没有什么成本啊。首先，可乐不是他们生产的，是可乐公司生产的，就是糖水嘛，生产的成本也不会很高。而可乐公司呢，为了让大部分的人类都依赖和喜欢上可乐的口味，让人类去上瘾和离不开可乐，所以他们必须要花费很大一笔钱去打广告。而麦当劳和肯德基呢，就是他们打广告的地方，因为这2个地方有源源不绝的客流量，而且吃油价食物必须要喝可乐。那可乐公司就跟这些快餐连锁店合作，你店里面只能卖我的可乐，不许卖其他的饮料，条件就是我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很低的来货价，甚至是免费。我把可乐挂在你们这边卖，不是为了赚钱的，我的目的呢是打广告，增加可乐的曝光率，还有让大部分的人喜欢上我们可乐的口味。而对于你们快餐店来说，就是一场无本的生意，你每赚1块美金都是你的利润。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去麦当劳和肯德基是为了喝可乐吗？一定不是吧，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去吃炸鸡和汉堡，对吧？那 OK， 这些快餐店就把炸鸡和汉堡做得非常便宜，目的就是把你吸引过去吃东西。所有这些食物呢，不赚钱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足够的便宜，让大多数的消费者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就只能来到他们店。这时候可乐反而是他们赚取暴利的产品，直接可以让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利润翻几十倍啊！这个就是通过免费的思维去引流，透过产品交叉互补去盈利的模式。前端最吸引的产品很便宜，让你充满兴趣，一定要去吃。但后端呢，有捆绑的收费项目在等着你，而且这模式就算我现在告诉你了，你还是会去吃。为什么？因为你还是会觉得很便宜啊，而且你已经上瘾了。那么如果你聪明一点，观察力强一点的话，请问麦当劳和肯德基想要提升利润，他们会怎么做？你看，一杯可乐有小杯的1块美金，中杯的1块5，还有大杯的2块。如果现在你用套餐的形式去买，你只需要1块5就可以拥有一杯2块美金的大杯可乐。那先生，你要不要以套餐的形式去买呢？90%以上的人都会选择用套餐的形式去拥有一杯大可乐。各位别小看，因为一句话，这些快餐厅呢就多赚了5毛美金。本来大部分的人都只会买小杯1块美金的可乐，现在瞬间提升到了1块5啊，营业额瞬间提升了50%啊。刚才说了，对于快餐店来说，可乐就相当于无本生意啊。如果可乐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那他们是不是卖的越贵就赚的越多啊？你想一想，他们本来的房租、员工的薪水还有其他杂费的成本就摆在这了，就因为员工在售卖的时候多问客户了一句要不要以套餐的形式去买啊，这样整家快餐店的营业额提升了50%啊！你想想全世界有多少家麦当劳和肯德基啊？那这样一个政策下来，一个月的利润增加的数字会有多夸张啊？所以你会发现，这免费的思维也可以套用在实体生意上面，只不过你的产品一定要有足够的吸引人。比如说你今天也开了一家餐厅，你也想要透过食物来引流，然后透过饮料来盈利，
但如果你的食物连免费都没有人吃的话，那这方法也没有用啊。而且实体生意嘛，你前期的话还是需要投入启动资金，你本来就有食材的成本，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有兴趣自己当老板的，都去用互联网这个工具去赚钱。而详细的玩法，真的我会在免费的培训里面公开。而真正赚钱的是第三个方法，就叫做免费加收费，这才是最牛最赚钱的。注意听了，很久以前你去玩网络游戏，一开始可以让你体验2个小时，到了2个小时之后，你就要充值点卡，比如说充个10小时，你才能继续的玩这个游戏。后来发现这个模式做着做着就陷入了瓶颈，因为只有有钱人才能玩啊，他们不稀罕这钱嘛。但是普通人刚开始对于网络游戏的概念还不是很理解，本来就认为打游戏就是不务正业，现在还要他们充钱，有这道门槛在，所以就挡住了很多人去打游戏。那么当时有一款游戏，他们有一个很聪明的 CEO 就对外宣布，从此他们的游戏都不用充点卡了，所有人登录这个游戏都没有时间限制，都是免费的让你去玩。但是不好意思，里面如果你想要买一些非常好的装备，你想要在里面暴揍你的朋友，吊着他们来打 OK， 充钱就可以了，你要通过钱去把装备练起来。所以你会发现这种方式呢，让这款游戏的客户群体瞬间的变大和变多，所有的人都有资格玩这款游戏。当你身边每个同辈都在玩的时候，你就不得不玩了，因为你不玩的话，你就落伍了，你就没有话题，然后你就会被孤立，是不是这样的？然后当你想要在同辈面前突出自己，证明自己，你就要投放你的时间和精力，慢慢的你就会上瘾，而这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竞争关系，你光有技术是不行的，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充值买装备了，你怎么打都打不过他们，所以你也不得不跟着去充钱买装备。而当你又打赢了你身边朋友的时候呢，他们又会加大充值，于是乎呢，你们就会越充越多钱进去，最后无法自拔。就好像赌博和吸毒一样，请问有人强迫你沉迷进去吗？没有啊。请问有人强迫你一定要充钱吗？也没有啊。但你就是不自主的想要充钱，是不是这样的？而且在虚拟世界，这些装备只要设计好，都可以无限生产，也就是说游戏公司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通过前端免费不断的想办法去吸引你去玩他们的游戏，然后再勾引你在游戏里面后端的装备去付钱，对吧？而且就算你现在知道游戏公司的玩法，你还是无法自拔，你还是会继续的去打游戏，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地方。而其实现在很多互联网平台都是这样的，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新的电视剧，那么你就可以免费在网上看，对吧？但是不好意思，如果你想要提前观看下几期的剧情，你就要充个 VIP， 对吧？那么对于很多喜欢追剧的人来说，他们太着急了，他们忍不住了怎么办？就只能充个 VIP 啊，提前去享受这剧情啊。就是说你要不然就是不看这部剧，你看了，你如果不充钱，你就不能跟着这剧情去走，那你就会很难受。所以免费真正的意思呢，就是把门口放大一点，让更多的流量和用户进来去体验我们的服务和产品，从而让你喜欢和上瘾。当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真的能够为你带来价值的时候呢，你就会忍不住的去交钱，去获得更大的价值。就好像 YouTuber 也一样，我们制作免费影片，除了一开始说的我们可以透过赚第三方的钱以外，就是让广告商付钱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开设自己的 VIP 会员频道，把真正最有价值的内容和影片只开放给我们的会员。如果一个观众被我们无私的免费影片吸引了，觉得我们真的为他们带来价值，比如说我是教英语的，然后他在我们这边真的有很轻松的学到英语，那么如果我开放了会员，然后在里面更详细的去教英语，更点对点的帮助用户学英语，那么他认同你的能力，也会为你的知识而付费。而这不限于教英语啊，你拍了打游戏的影片 vlog， 搞笑的，教人家健身的，魔术的，甚至教人家追女生的，反正就是你的兴趣和技能能够免费的为大家带来价值的话，那么就可以有后续的收费。那么如果你没有什么兴趣和技能，其实我们做商人的也可以变通一下，我们可以负责运营这一个频道，然后去找一些有兴趣和技能的人合作，让他们去替我们拍影片，之后赚钱了再给他们提成，这样才是真正做生意的玩法。
而最重要的是 YouTube 这个平台有去中心化的功能，意思就是就算你是一个素人，但如果你用对了方法，知道 YouTube 人工智能的演算法，知道如何去优化 SEO， 知道如何去设计吸引人的标题和封面图，知道如何去写内容等等，就算你跟我一样不露脸，你也可以1年40多万的订阅。那么这里面的细节呢，关于如何从零开始去打造一个网络品牌，还有我所有的商业机密，我都会在创业商学院里面公开。为什么我随便一个项目就可以赚到7位数美金？我把它总结为一个可以复制和实践的系统，就算你不能剪辑、营销、心理学、演讲、写作等等，你都可以把我的系统套用在自己的身上。如果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连接，把握我们前期的优惠，走进我永久更新的创业商学院。里面我除了会手把手的把我创业、营销、管理等等的道理术公开给大家之外，我还会告诉你做什么项目，怎么去实践，这些都是我本人亲自实践过得出来的数据。我会协助大家思考如何把我这个系统套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么现在加入，除了前期的优惠以外，还可以获得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的会籍。除了由我们团队解读100本书，我本人还会不定期的举办财富自由的课程。最重要的是，人脉就是钱脉。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里面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除了可以互相分享资源和资讯以外，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想要获得中肯的意见，群里面的兄弟姐妹也有可能帮到你啊。有兴趣的，真的要在我们取消优惠之前加入啊。好了，其实免费的模式最高级的玩法就是配合金融。我有一个老板兄弟，他开养老院的，他就在前一段时间把利润翻了10倍以上。很简单的，以前他们养老院是每年收费的，赚的就是收入和成本的差价，对吧？他现在不这么玩了，他对外大力宣传免费养老这个概念。当老人家来到他们那边养老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条件，然后就可以提供免费的服务，就是你只要一次性的交够10年，假设10万美金，20年15万美金，30年20万美金，那么当你去世的时候，这钱就会原封不动的1毛都不会少的交还给你的子女，也就是相当于你在我们这边免费的养老了。当然他们还是有一个算法的，60岁交多少钱，70岁交多少钱，年龄不一样，交的钱也不一样。而你去想，能够一次性交这么多钱的，都是那些比较高素质一点的老人家，就是家里面总有一点钱。而当这些免费养老的广告一发出去，就会吸引到无数有钱的老人家来到他们那边养老。因为那个老板就不断宣传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有钱的话，存在银行也是存啊，还不如放在他那边去免费养老，对吧？让他来帮你们存，而且彼此都签了合同的，法律是有保证措施的，你不需要担心会反悔。就这个提议根本是无法让人拒绝的，所以这些老人家都会一传十，十传百的介绍了身边海量的朋友一起到他们的养老院养老。以前他只有2家养老院，现在拓展到10间了，还在继续的拓展，因为实在客户太多了。那这玩法呢，看似很吃亏，对吧？实际上呢，你如果融会贯通前面的内容，你会发现它提供的只是基本生活的免费，就是什么睡觉免费啊，吃饭免费啊，基本生活用品免费。但这档次有钱的老人家呢，他们一般都会去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对啊，那这时候你想要消费更多的东西，交钱就 OK 了，这叫做前端的免费，后端的盈利。但这听起来也是小钱嘛，能不能回本都成问题。毕竟不是每一个老人家都消费的，他们也不能提供很差的服务去强迫老人家去消费嘛。所以真正赚的是你看不见的钱。各位，每个人都在他这边交了10几20万美金，假设他这边有几百人，他手上有多少现金流，你想过吗？他是不是瞬间融资了几千万美金啊？他拿着这笔钱，就算随便拿去银行买点利息大、风险低的基金，都够他玩了。而且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专业投资人。我有些投资的概念都是跟他学的，有机会的话，我请他到创业商学院里面分享。你想一下，他20年前收了人家15万，20年后他还给人家15万，请问20年前的15万和20年后的15万是一个钱吗？当然不一样啊。我们这辈子如果往前推20年，当时15万美金呢，已经可以横着走了，可以买几间别墅，开几辆法拉利了。但现在这个15万美金，你随便抬头一看，旧房子都卖这价了，有房子的人都能够拿得出来。所以也就是说，
我这老板朋友他赚了货币贬值的钱啊，这就是通过免费模式去引流，然后结合金融模式去杠杆未来的钱和时间做现在投资啊。其实简单来说，未来10年如果你想要赚钱，你必须要用互联网免费的思维去运用到不同的生意。免费就是免不了收费，先提供免费的价值，让用户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拒绝你的服务和产品，先把人流量聚集起来，然后你想要赚第三者商家的钱也好，产品互补盈利也好，还是让客户上瘾去买你更高价值的产品也好，都是可以的。而如今我还在学习操作这个金融模式，有结果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啊。我希望大家听完以后，不是说点点头就算了，而是真的可以利用好你比别人知识领先的优势，生发出属于自己的免费模式。又或者你如果想要节省摸索的时间，跟随一个真正有结果的师傅，在互联网零成本的创业，我还是建议你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拜。